那我们现在来看，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比较难的题目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现在用刚刚讲的3种方法，好，这里不是2种方法，2种方法，来，我们记得哦，好，这2种很用哦。第一种是代入法，好，第一种叫代入法，就是代入角色，好不好？好，等一下记得代入当事人哦。好，第二种是什么方法呢？就是好问句，OK，问句，其实也这个名字好像有点怪哈、名字有点是问句句教。请你仔细思考问句，它到底要问什么东西？它要的问的是可能还是一定还是怎么样？要不要有唯一解？你要怎么去回答它？OK，好，所以请你用这2个方法，接下来去做以下这2道题。但我们一题一题来，好不好？每一题给你2分钟的时间。OK，好，我们现在先让大家专心做这道题目，并且给我答案。好，稍等我一下，我重新开一下这个破。好，来，等我一下哦，按错了。好，来，我们做2分钟的时间，开始。按下暂停，现在竟然这样的同学完成，我的天呐，嘿嘿，哦，这个题目真的很难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的同学在这个2分钟之内完成。好，来，各位，好，遇到这种题目的时候，你看我们刚刚有一个就是提示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说，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你可以去写一些记号。其实呢，好，你先不要去决定一开始就写笔记，为什么？你根本这个题目要考什么？甚至有些题目看似像数学，但它其实放的那些数字都是一些废资讯，你就不用去为了它写笔记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要等到看完整个题目，并且确定问句是什么，你再回来去思考怎么去解决这道题目，对吧？好，但 anyway，我们来看这道题目。好，他说去年的夏天呢，好，就像是过去每一个夏天一样。好，O 跟 R 这2个人，Ocean 跟 Rina 这2个人，他们都会去一起出去玩，去一个没有去过2个人都没有去过的地方。好，那 for their long summer trips, O and R have always chosen to visit a town that Rina have liked to visit。哦，就是对他们来说，他们这个长假的哦，他们都会去选择什么？都会去选择 Rina，去选择 Rina 想要去的。哦，除非 Ocean 已经去过了，不然都是以 Rina 的喜好来选这样子。OK，好，那 Rina 呢本身就是她曾经去过了 F 跟 G，好，然后呢 Ocean 呢，好，他本身其实有去过 J 跟 K，那请问这2个人他们到底去年去了哪个地方？对不对？对吧？好，好，那现在问题来了。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它就是一道特别去设计过的逻辑题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它不是一般生活中会出现的那种，就是说什么你要做一个方案，要不要达成目的，就是变质啊，它就是一个特别设计过，就是有一特殊规则的题目，对吧？好，这个有去过，那个没去过现在呢，我们先不要去把这些规则记下来，你也不要去做什么整理，你先做一件事情，看清楚问句。问句说这2个人是不是同时造访，就是不是同时讲错了，应该是不是说是不是的人有造访刚刚4个村庄的其中一个？好，我们要去解析问句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注意哪2个重点？第一个，好，did 就是有还是没有，对不对？是没有，对吧？OK，如果你能回答，你要回就是要回他们的确造访其中一个，对吧？OK，好，然后呢，如果none of above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一个都没有造访，就可以回答 no。OK，好，所以你要能够让我们知道它到底是有还是没有，还是 did，它不是 if it's possible。OK，好，好，然后再来第2个重点，这篇文章里面可不可以带入？可。那但是最后给我们2个人，我要带入谁呢？其实老师说带入谁都可以啦。好，你如果觉得你的自我认同是男生，那你就带入男生的角色；你的自我认同是女生，带入女生。好，现在很讲究这个自我认同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所以各位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喜欢。但因为当时你的自我认同是男生啊，好，那我就是以男生来做示范，好不好？这样子，OK，好。假设我是这个男生，假设他是男生的 Ocean，OK，好，我今天想要知道，假设我们场景回到去年，我们要去决定要不要出去玩的时候，我到底要怎么决定目的地？我跟我的女朋友讨论，对吧？我跟我另外一半好，那接下来来看哦，我们要有4个目的地，因为他是问我们去的4个其中一个地方嘛，对不对？有4个目的，所以这时候我才开始写笔记哦。好，有哪4个？一个是就是跟 G，好，跟 J 4个。好，我跟我的女朋友讨论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先确定一件事，一个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我的，所以哪些地方有去过会被我们删掉，可是现在还出来，对不对？好，但要记得这个点哦。好，那再来就是我要去优先选择他想要的，不要以我们直男的想法为准。直男不要选你自己想要，所以我不能选我想要的，我要选他想要的。OK，好，以他的喜好为准。好，那但是呢，我有我自己的
最后否决权是什么？如果这我去过的话，否决掉。OK，好，来这边有了解的同学可以帮我打个一吗？就是不要让他故事停留在抽，回到实体里面去。A 还是你，不管你选择男生还是选择女生，anyway 选择实体，然后回来重新思考这些资讯的时候，故事到你的脑子里面去。好，所以刚刚如果你做题做的很 struggle 的同学，你现在回想一下，能不能开始重新做这一题？就是等一下回来重做这题，用别的方式来做。OK，好，等一下我会直接现场把这个档案，把这个 PDF 的档案，就是放到Zoom 的这个就是分享，是那个分享的那个表达载，所以大家 OK 好，好，然后我们现在看哦，哎，好，所以现在我们都没有去过的地方，那开始出来。再来的话就是说什么他想要的，可是我没去过。好，那开始出来，但这个地方开始哦，哦，他去过 F 跟 G 这句话哦，有，虽然看不出什么是不是他想的，看不出是不是他想要的，但是呢，至少知道他去过。可是我们要选的是没去过的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我们要选的是没去过的，所以这个时候一定 F 跟 G 他去过了。好，我们会把它排除掉。OK，好，那接下来呢？下一句话说什么？下一句话说，我呢，我从来就没有去过 J 跟 K。好，所以这两个呢不会被我排除。我说我不想去，我去过了嘛。那刚刚说剩下 J 跟 K，那我的确这边也剩下 J 跟 K，对吧？好，所以现在到底有没有兴趣？来，我们先看条件一，Rina 没有 JJ，我也没有去过，对不对？我是男生，我女朋友也没有去过，所以有可能这个地方我们会去，对吧？好，Ocean 呢，我也没有去过 F，但我也不知道我女朋友喜不喜欢 F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好，但 F 当然也被我们删掉，所以这个是废字序列。我刚突然想发现，F 已经被我们删掉了，因为 F 他就是去过，女朋友去过了，我们就不用再去了。我们要的是两个人都没去过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地方是废字序，我们只要看这个资讯就好。Rina 没有去过 J，他没有去过，我也没有去过，对吧？所以也可以被我接受，对吧？所以就可以去 J。但问题是什么？对不对？完全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去 K，对吧？完全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去。再来就是我们目前只知道什么？我们目前只知道说 Rina 他没有去过，我不知道他最后到底会不会去，是取决于他想不想去，对吧？好，你只是跟我讲我女朋友没去过，但是我们最后会不会去，他到底想不想去？第一个条件，我们不知道他想不想去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最后我们有没有成型，所以第一个条件是不成立的。第二个条件说什么？想去 G 跟 K，可是不要忘记哦，我想不想去重要，对不对？我们刚刚说了嘛，我们只是说去过，就是男生就是我哦，他想不想去不重要，男生唯一的否决权只是在去过的而已。所以你跟我讲男生想不想去不重要，到最后 J 跟 K 能不能去，还是由女生来决定。所以第二个条件也无法判断。好，这边有理解的同学可以帮我打个一吗？好不好？好，我现在是站在男生的角度来解哦。好，当然你可以反过来站女生的角度来解。好，站在男生的角度来解，女生没去过 J，可是问题是我不知道她喜不喜欢，因为最后要不要去是取决她喜欢，所以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一定要问她喜不喜欢。第二个条件跟我只是说我喜欢，好，但我喜欢不重要，女生比较重要，对不对？好，女朋友意见比较重要。好，好，那两个合在一起之后呢？请问我们知不知道女朋友喜不喜欢 J 跟 K？还是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两个条件全部合在一起，我女朋友到底喜欢 J 确定，我女朋友到底喜欢 K 吗？也不确定，对不对？这种时候呢，两个条件怎么合在一起都是 insufficient，所以答案是 E 选项。OK，好，那当然我们换成女生的角度来想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如果我是女生，哦，我跟我男朋友要去一个我们都没有去过的地方，所以当然我们会把就是你去过跟我去过把它踢掉，所以最后对不对？你没去过，男生没有去过，好，我发现说，哎，我没有去过 J，但是我不知道喜不喜欢，我要看我喜欢我才去。就像我没有去过布吉纳法索，我没有去过这个巴布亚纽几内亚，难道我这辈子一定要去吗？不是嘛，对不对？我喜欢我才去，对吧？我也没有去过印度啊，但我也不是说我有一定会去，对吧？好，那他去什么不重要，我才重要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条件无法给我们任何，所以你带到任何角色都可以，但是会让你的思考会变得非常快、非常准，这样子。好，好，我们现在看另外一组，这道题也是跟你讲，我这边选的这两道题其实类型很像，但是它都是正式考试的题目哦，就是应该说是例题啦。好，就是被 GMAT 选进去当 OG 里面的例题。好，我们看最后一道题，我们既然刚刚已经有颜色之线了，应该知道对不对？我们现在重新来 relaunch。
好，来，我们花1.5到2分钟的时间，请他帮我选一个答案出来，这样子。哇，大家好，最后一道题这么的难，现在会进步了那么多哈、哇，8%的同学选择 B，8%的同学选择一，好，但是呢，大部分同学选择的是 D 选项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做到。好，首先第一个，有2个人呢，他们住在这个 Z 这个地方，他们想要去在电影院里面一起看电影。好，那这2个人都毛很多了。OK，好，Simon 呢，他就是不喜欢出家名，而且呢，他只想看 PQR 这3种类型的电影。Tara 呢，他不看 R 跟 T，好，就是2个人矛盾这样子，好，就是大概是在那个交友礼上2个人矛盾很多这样子，好，好，那再来说什么？那今天我们晚上，然后这个镇里面放的电影是 PQT 的3种，好，那 S 跟 T 他们会不会真的能赢呢？还是会出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这个时候呢，当然一样，你是就带男生，你是女生要带女生，再来就是我们解读问句的时候，will 要的就是会，他们真的会去看。不会，他们就真的不会，就是真的破局。你要证明的是一定会或者是一定破局。OK，这样的概念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哦，来这个地方呢，首先我们现在知道范围里面就是我们可以看的电影，我们可以看的电影，当天晚上 P 跟 Q 跟 T。好，假设我今天用男生的角度来带假设我是从男的角度来带。好，我是男生，我只想在家附近看。但我现在看不太清楚谁是在我家附近，我是男生。好，然后呢，这里面呢想看的是什么？我自己想看的是 P 或 Q，这样的概念。OK，然后 R 跟 T 这个地方真不想看。还好我想看的不是在女生的地雷区里面，对不对？所以最后剩下的 P 跟 Q，对吧？OK，好，这样的概念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好，如果条件一单独看的话，好，all movies Q playing in town in theaters far from neighborhood Z，什么意思？我想看的这些电影都离我家好远，都离我家好远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不好意思，我就是不跑很远的地方，我只看离我家近的。所以第一个条件证明我就是不会去看什么，因为我想看的就是 P 跟 Q 跟 R，但没有 R，只有 P 跟 Q。虽然不是在女生的地雷，女生也愿意配合我，但是呢，我又有另外一个毛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他要离我近，可能这边近，所以呢，这个选项会回答的是什么？No，他们今晚就是不会去看电影，因为男生毛太多了，这样子。OK，所以这个第一个条件自己是 sufficient 的。好，第二个题目说什么？说注意现在换回来单独考虑第二个条件哦。好，我们刚刚从文章里面所分析的资讯，男生最后剩下的 P 跟 Q，好，我们站在男生的角度去想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结果我们发现，在我家附近只有放 T 呀。我现在想看的是 P 跟 Q，结果我人在我家附近看，结果我家附近的也只有 T，所以这个条件本身单独也是什么？也是能回答 No，我就是今天不会去看电影。所以这个题目答案就会选到的是 D 选项。OK，好，但是你当然回来去想 Tara 那个角度也可以哦。为什么？因为对于 Tara 来讲的话，他所选择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刚刚讲有 PQR 赛，有 PQT 赛，对不对？他所选择的，你看，如果他说他不看 R 跟 T 的话，那他到最后来讲，他会想看的也是只有剩 P 跟 Q，对不对？但这时候他的思考角度就会变成说，我可以看 P 跟 Q，可是我看对面那个男的到底毛要多少，毛多少，对不对？我可以看 P 跟 Q，结果呢，对面那个男的跟我讲说，他只看家附近的，这2个就在家很远的地方，所以他不去了。这是什么？家附近刚好今天没放，所以那个男的不出门了，所以还是吹了，对不对？还是破局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带入哪一个角色都可以让你很好去做思考。OK，好，这样的概念。好，所以最后我要提醒各位一件事情今天已经来到我们今天活动的最后，我想提醒各位一件事情，其实呢，整个 DI 里面，好，我这边写3个东西，请你记得，不是 GST 的特色，是所有 DI 特色。第一个，所有的 DI 题都是应用题，都是应用题，实际故事的题目，所以呢，带入思考可以帮助你去整合大量的资讯。第二个，所有的 AI，所以不是 AI 题所有的 DI 题里面呢，文字都很多，它都会故意塞入陷阱跟垃圾资讯，这个是在不会出现的，verbal 也不会有这么阴险的做法。好，那陷阱跟就是垃圾资讯，我们要怎么去？不是我们带入角色思考，我就知道哪些东西我不会去在乎之外，还有就是问句永远最重要，你懂的就可以去避开那些无关的垃圾资讯。OK，
好当然很希望，如果各位你有在备考上，你希望能够做到像刚刚讲的透过 Dustin 的这个就是自然的上课方法，自然的习题流程重视的这个就是上课的内容，以及 Dustin 的这个数据分析的工具，来帮助你快速的备考，帮助你就是做到这个科学化的备考。还有就是个人化指导的话，各位不要忘记，然后大家可以造访我们中介者的网站。好，那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在网络上的这个，就是我们 A 图这边网上详细的说明这样子。好，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，你可以加入这个官方的 Line。好，那我们会中介的专属的帮你说明这样子。好，最后我想问一下，关于今天讲的东西，今天讲的 DST 的题目有没有什么额外的问题？好，我也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下下一次的主题哦。好，我们下一次的主题预计会是去讲说在 CR 里面，我们怎么样去生成一些利用现在的这个 AI 去生成一些帮助我们去练习的题目。好，因为你知道这个就是这个议题有些人会用，但是呢，用出来的结果不如人意，就是他可能叫 AI 去生一个题目，结果 AI 生出的题目，它的那个设计可能有2个答案，或者是没有答案，或者是那个 AI 生出来只是长一个题目的样子，只是给你一篇文章5个选项，看起来要为你削弱，可能结果那个题目设计出来2个，就是品质不是很好，根本跟 Gmail 考的东西长得不太一样。OK，好，那到底 Dustin 是如果要教你怎么去用 AI 的话，会怎么用呢？应该是就是我重新组织一下语言，就是说，如果你要正确的使用 AI 来帮助你去备考，甚至帮助你去重新做你过去做错过的题目，甚至帮助你去就是加强你自己比较弱的领域，比如说生物学的 CR，比如说遗传学的 CR，比如说什么商业的 CR，或者是帮助你加强你的阅读能力。那到底我们要怎么去做呢？好，所以下一次的主题就会是它整个讲起来有点绕口，叫做 GMAT Critical Reasoning，自动试题生成与拓展练习的理论与实践，其实就是要怎么样让 AI 帮你创出一个有品质的 CRT，然后让你平常能够做到大量的练习。OK，好，那各位也要记得提早去关注 A 2 GMAT 的社团报名哦，还有就是关注终结者的那个 IG 好不好？终结者 IG 好，你打 GMAT 底线 Terminator 就有了这样子。OK，好。